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就是空调界里边最帅的男人，我叫空调小哥。马上我们去修一个空调啊，顾客这个空调可能是自己装的，是一台美的去年才买的新空调，然后就不制热了，我们赶紧上门去看一下吧。空调不制热啊？我那么新都不行了，我进去看一下。没开嘛？开的也不装。省电芯，这么新就不行了。现在开的30度。外面室外机漏伏，这个空调是人为的啊，虽然它在保修期，但是它漏伏了啊！你们别说小哥黑它啊，这个确实不是美的空调本身的问题啊，它这个集装箱移来移去，然后再加上有的时候，比如说这个工地搬到另外一个工地，箱子调来调去，你摇来摇去，那个管子也会憋，或者是干嘛漏伏，这个一看就是人为的啊。郭师傅，你刚才检查了啥问题？不是专业人装的。为啥？帽子啥东西都没有了，不亮也光了，帽子也没了。什么帽子？装空调的也跟你一样戴帽子啊？风口螺帽啊，铜锣帽。风口螺帽最高的干活，明白？啊，那你要重新做头子了。头子看一下有没有双眼皮，有双眼皮就重做，没有就重新给它处理。啊，抽个真空就 OK 了，应该是问题不大啊。抽真空还加氟呢。对。32的带了吗？这前面。这空调外机真新，你看，这不也就是才1-2年的东西吗？但是确实不是空调本身问题。看，这是32易燃易爆的啊，危险。这帽子没了，漏伏。它那我排空气，我靠！那下着雨，我冻那个齁臭啊！你安的？啊，你自己装的？对啊。你这装没装好啊？你看这是什么标志？你来看。下次不要自己装，你这个易燃易爆的，你万一抽个香烟啥的还麻烦危险呢。那都没有。这什么标志？他要这不是我拆的，他拆到这扔着了，我插着我。哦，那是工地上大神多。啥呀？轰你一下子就知道了。它这个是啥呢？它如果泄露制冷剂啊，你如果用打火机点一下，它会着火的。啊，那倒没有，对，都没有。这个我们一般通常跟人家讲，就是不建议自己装，最好是找这个专业的。关键打电话，你说哎，那2天也冷啊。我现在打这个电话到现在他妈还没来呢，他妈打了1星期了。人家说派出去了，派出去，光派出去不见人。派出去。那头子检查一下，他自己装的这个，看看头子行不行？行吗？把这餐巾纸处理一下。整了半天是顾客自己装的，人才。但是小哥还是那句话，这个 R32易燃易爆的空调不建议自己装啊，非常的危险。不要以为我开玩笑啊，你们多上网查查资料，你们就知道了。这头子行吗？检查过了吗？还可以。我看，能看清吗？可以，就把脏麻麻处理。头子还行。抽真空。那两个铜锣帽呢，师傅？你自己装的时候没有那个？哪有那玩意儿啊？没有啊。就人家拆着这都没有。那我去拿真空棒，还要抽真空呢。对，抽。哦，好，电好，就搭在这就行了。马上把管子接下，连压缩机一起抽一下子。阀门现在是开着的，2个接头都是油。压缩机阀门全部打开啊，然后把管子接上去，直接抽，就连压缩机和内机管道所有的都把它抽一下啊，因为它这个漏伏，而且还开过，压缩机里边吸入的空气太多了，一阵要把它清理一下。如果是新空调的话，阀门就不能开。新空调的话，那个阀门你一开，把制冷剂全抽出。等会儿我们全部搞好了，用洗涤精检查一下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压缩机啊，长期的这个运行啊，里边吸入了很多空气，还好压缩机没坏。我们抽个20分钟、半个小时，把这个空气一定要抽干净。这是真空时间到了啊，行了吧？那把表关起来，把氟利安接上去。关起来！表关了吗？关了，接上去了，接上去排个空，排个空，我进去马上开机。你先怼一点进去，排空啊，排了吗？OK。这个32制冷剂啊，必须要倒过来加啊，加气态是不行的。
好，慢一点，老师傅。好，插上去就行了。好嘞，开了啊！摄像机我开的制热30度。不行了，压缩机烧坏了。烧坏了，坏掉没用。你是哪天装的？行啊，它本身就坏呀，我说啊。哦，你装上去一点热气也没有吗？当时？没有，人家当时说了，我都报过来，项目上说了。你不确定它好坏，你？他说都坏了。那太可惜了。发到那儿来，他因为这要不要我让要不要？不要我用了我说弄过来试试。你说弄过来试试？对呀。结果没试起来啊！哎，真是可惜啊，白忙了半天。这空调压缩机坏掉了，顾客也不知道它是好是坏，就拉过来装。哎，结果这装上去吧，本身也漏伏，这个压缩机还连续用了几天？用1个啊？没有，插上它这不制热，不是都关掉了？哦，你装上去以后，插上电开机它就不制热？对，不是都没开。哦。不是说它一直开着，没开的。那没办法。这空调很可惜啊，这压缩机居然坏了啊！哎呀，本来想着这是漏伏的事，这个也怪自己没有测量好。不过没关系啊，吃一堑长一智嘛，坏了就坏了吧。然后这一期呢，有点难过啊，没收到票子，但是不要紧啊，自己也累积一些经验嘛。失败乃成功之母嘛。你把它拆掉吧，拆了，来了就帮它拆一下。2021年8月份生产的美的变频3级能效空调，这台宣布结束啊。它这个压缩机坏掉了，当然这个东西我们不好讲啊，是这个人为的可能性比较大，因为之前本来就漏伏，还持续使用。这款空调啊，坏掉了啊，很是可惜，而且还才用了1年，非常的可惜。这个空调啊，刚才胡师傅在拆管子的时候，发现这个管路有堵塞的情况，应该是缺制冷剂，然后长期缺制冷剂，然后吸入了脏东西，导致毛细管里边内部结构啊全部都堵住了。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根本不是空调本身的问题啊，这已经小哥还是那句话，小哥没有黑它啊，这是人为的。因为工地上的空调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比如说泄漏制冷剂啊，电压不稳定啊，或者电压太高太低啊。这种情况下都容易对压缩机产生不好的效果啊，所以说呢，小哥再次声明啊，没有黑美的啊，但是这个它确实是坏掉了，我们只是记录一下而已。行吧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啊，喜欢的记得点个关注啊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